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被質疑不抗拒後，群演又爆趙麗穎3宗罪：遲到、濫用替身、台詞差。生命樹接檔小城大事引熱議，後者雖收視低迷，但招商破紀錄。趙麗穎被質疑不抗拒與負面爆料，但業內認為劇集成敗非一人之責，真相需理性看待。近日，楊紫和胡歌主演的《生命樹》將於1月底在央8黃金檔獨播，獼猴桃全網獨播。這也就意味着楊紫一番領銜的《生命樹》將接檔趙麗穎主演的《小城大事》。不過，由於目前《小城大事》收視表現平平不如預期，有不少網友認為《生命樹》是承壓接盤。小城大事撲了，趙麗穎不抗拒。首先需要了解一下撲劇的定義和撲劇的參考標準。目前影視圈關於撲劇並沒有統一標準。以普通觀眾角度，播放量低迷、收視率墊底、口碑不佳，同時滿足這3個條件就是撲劇。不過這些條件在粉絲眼中並非萬能公式，他們還強調廣告招商、海外熱度等商業成就。舉個例子，在普通觀眾眼中，成毅的《長安24季》在央8收視率一路下滑，在褲子台站內熱度開播7天都未破萬，撲劇無疑。而在其粉絲眼中，《長安24季》223個廣告合作，41個品牌入駐的斷層式招商成績，廣告密集度為褲子台歷史最高。所以《長安24季》到底是撲還是沒撲？角度不同，答案不同。不過業內的標準就比較簡單粗暴，虧損即撲，招商未達標即撲。那麼小城大事撲了嗎？目前以觀眾的角度看，小城大事應該算得上撲劇了。這部劇目前在央8收視率持續走低，網播數據也被同期的《罰罪2》和《裕民查股》等劇碾壓。除了收視率不佳以外，在某辦也出現了大量的1星差評，有不少觀眾批評劇情不符合實際，演員鄧演士演技氣場不足，礙事念白等。不過站在業內和粉絲的角度，小城大事並沒有撲街。小城大事目前有22家品牌入駐，集均廣告時長66秒，創年代劇的招商紀錄，商業價值還是在線的。所以客觀講，小城大事算不上典型撲劇，只不過是沒有達到預期爆款。至於趙麗穎被質疑不抗拒，主要是因為她上一部短劇在人間和正在播出的《小城大事》都沒有達到預期爆款。其實一部劇之所以爆是需要多方面因素的，演員只是其中一環而已，所以作品沒有爆，並不代表演員不抗拒。因此趙麗穎不抗拒這種說法不僅不客觀，也說得有些早了，畢竟路還長着。爆料除了被質疑不抗拒以外，近日還有小城大事群演爆料趙麗穎3宗罪：遲到、濫用替身、台詞差。據這位爆料的群演表示，因為是趙麗穎粉絲，所以得知她來福州拍小城就跑去當群演，結果從此脫粉。該爆料者表示，在海邊拍攝抗擊颱風大場面戲時，基本上所有主演都來了，在拍攝了好幾個鏡頭後，趙麗穎才姍姍來遲。後來爆料者聽到導演組工作人員閒聊，才知道趙麗穎因為去做臉才來這麼晚。之後趙麗穎在拍攝現場僅逗留了1個多小時，拍攝了2-3條就離開了，剩下的戲份都是由替身完成的。該爆料者稱，這直接摧毀了趙麗穎在他心中的敬業形象。除此之外，這位爆料的群演還表示，他還詢問了其他幾位群演，每個人都說趙麗穎台詞不好，記不住詞。這已經不是第一次有群演爆過趙麗穎的料了，之前有匪劇組也有群演爆料過，群演在2米開外就被趙麗穎叫走開，當時這位群演還稱覺得她有點霸氣，有點飄。所謂沒有圖就沒有真相。
爆料者單純的文字爆料沒辦法還原事情的真相，也沒辦法讓外界完全信服。而一向有拼命三娘之稱趙麗穎，是業內公認的敬業，所以站在局外的我們，既然沒辦法窺視事情的全貌，那麼就不要對任何人帶有濾鏡。2. 小成大事收視逆跌，趙麗穎朱媛媛神仙打架，辛柏青反應太催淚。1月12日，趙麗穎、黃曉明主演的《小成大事》開播已經第3天。此前很多人唱衰其高開低走，不受歡迎，但《小成大事》用它的實際狠狠證明了自己。至12日晚，其熱度值已經突破了25000，也是2026該平台最快破25000的劇集。另一方面，其收視也實現了逆跌，上線第一天峰值為 2.63%， 第二天卻達到了 2.77%。一業內人士也總結了《小成大事》的成績，感慨趙總就等於收視率。《小成大事》為何表現這麼好？兩位主角自然功不可沒。趙麗穎扮演的李秋萍打扮質樸，一頭短髮清清爽爽，和角色十分貼合。更讓人意外的是黃曉明，很多人因為擔心看到油膩爸，總不敢點開這部劇。可事實黃曉明在劇中一點都不油膩，非常的真實。真實到什麼地步？永遠穿着鬆鬆垮垮的 T 恤，臉上永遠是黝黑粗糙的模樣，笑起來時眼角的魚尾紋都十分明顯。這樣的黃曉明讓之前很多質疑的網友紛紛感慨，這次真錯怪他了，不止不油，演得還很好。但要知道，光有2位主演是遠遠不夠的。主角的魅力最多吸引大家點進去看，能不能看得進去，還得看劇作的質量。而恰好《小成大事》就是一部 S 加級別的制作，別的不說，光是片頭就能看出它的用心計貼合了80年代的感覺，又很有新意。劇情也很有意思，李秋萍一家居然分了3桌吃飯，讓網友直呼活久見。還有人誕生京劇東漢末年分3國，秋萍家裡分3桌。劇裡黃曉明和趙麗穎也不是一對，黃曉明早就結婚生子了，趙麗穎的官方 CP 是秦俊傑，沒有讓主角硬湊一對，也是打破常規。而且趙麗穎是 CP 聖體，無論和誰都能有 CP 感，無論是早年的陳曉、林更新，還是近幾年的唐岑、李光潔，都和他適配度滿滿。另外，劇中還有很多熟面孔，如李希瑞、陳浩明、陳法蓉等，甚至還請來了喜劇人張維一。張維一在劇中扮演角色搞笑風趣，為他圈粉不少。當然，不可不提的自然還有朱媛媛，片頭可以看到朱媛媛的名字已經被框起來了。這部劇也是朱媛媛的遺作，她的表現也非常搶眼。朱媛媛扮演的一位商人高雪梅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將商人的精明演繹得恰到道處。她塑造的這個角色十分立體，性格堅韌獨立，魄力十足，做事風風火火，有強烈的責任感和擔當。不過，除了有企業家的膽識，敢於突破困境，熱情仗義外，這個角色又有市井智慧，和張維一一起貢獻了很多名場面，讓人覺得十分鮮活有趣。完全想不到這居然是朱媛媛患癌期間拍攝的。朱媛媛塑造的這個角色太好了，她像一團火般充滿生命力，讓觀眾學習到了很多，也讓辛柏青有了改變。眾所周知，5月份公布朱媛媛去世的消息後，辛柏青便暫停一切工作，12月份還和好友去大孤山祈福。至今他的微博頭像依然是蠟燭，大家都很擔心他走不出悲傷。但在朱媛媛一作播出後，辛柏青卻被拍到亮相央視，疑似參與2026春晚彩排錄製。此前都不願意露面的辛柏青，卻願意出現在春晚這個大舞台，足見他已經開始嘗試走出悲傷，慢慢恢復工作和生活了。這或許也是辛柏青看了朱媛媛一作後，
願意做出的改變。有朱媛媛，還有這麼多用心演繹的好演員，相信小城大事一定會收視長紅。